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个新闻茶座啊，题目是6·4纪念特辑，影响中国前途的10个要素啊。今天是6·4纪念日，那么我没有在前线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对现场的报道。那么很多的媒体啊，包括自媒体等等，他们都有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棒。那我们不在前线，我们就做另外一种工作啊，我们把我们的思绪放得更远一点啊，把我们的目光投得更高一点啊。那么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是以前看过，但是今年看感触特别深啊。一群大学生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上，风一样的少年。记者用英文问他啊，他说去天安门广场去游行。记者问为什么？他说 It's my duty 啊，这是我的责任。这些年我一直在想6·4精神到底是什么啊？很多人讲过很多个版本，很多看法。今天我知道了，6·4精神就是那种心怀天下的那种志向和情怀啊。我们今天纪念6·4，就是要传承这种志向和情怀。所以呢，我今天就选了今天的这个题目啊，让我们来关心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前途是个很大的题目啊，开100场研讨会都谈不完。那么，但是我们只有半个小时，我们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大的题目变成了一个纲要啊，就是把它变成10个要素，就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10个要素，我们来讨论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闻茶座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例行公事，我还是要先做一个前言或者是抛砖引玉啊，然后大家来这个讨论，大家来各抒己见。那么新闻茶座有些网友不知道啊，没有来过，新来的网友不知道，那我们介绍一下。新闻茶座跟我们以前的其他的主专题的互动有一点点不同。其他的专题互动呢，就是各种问题都可以，但是新闻茶座呢，我们就围绕着今天的主题啊，只讨论今天的主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展开，而且可以扩展啊，可以深入啊。所以新闻茶座的模式就是这种模式，我们充分的发挥这种互联网媒体没有底的特点啊，没有底的特点。好，我先讲我的想法，抛砖引玉啊，先讲背景。第一，中国当前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啊，国内国际矛盾交集啊，形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还有社会的压力啊。那么基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脆弱，我认为中国是有可能发生变局啊，这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局。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整体的战略是什么？整体的战略是用成长、用增长来换取时空啊。中共不愿意放弃一些既得的利益，所以呢，他在制度上其实改革的很少啊。我们讲过啊。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建设只是在1992年到1995年之间，到96年之间，基本上中国改革的制度建设就完成了。但理论上来说，应该在持续的改革啊，中国才能解决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但是没有。其实你看到95年，差不多95年就停滞了，中国的改革，制度性的改革已经没有了。为什么？中共不愿意放弃他既得的利益，所以他用增长来换取时空。那么这些矛盾呢，就被增长掩盖了，但是这些矛盾还在，而且问题还在，一直在累积。这种累积在高增长的过程当中不显现，但是当你增长突然暴跌，然后疫情又再冲击一下的时候，那这些矛盾就全部跑出来，那么就会引发什么呢？经济危机就会引发社会危机。那么这种社会危机带来我们之前讲的这种变局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用这10个要素来建立一个，或者是建立一个构建一个分析的框架用这个框架来影响什么东西会对中国什么要素会对中国的未来、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影响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那我呢，我就没有准备10个我觉得留个白吧，我就准备了6个我准备了6个。那么我们不是说凑齐10个，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的看法，好吗？先说第一个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当前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关键要素也是大部分矛盾的焦点。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决定了中国生存状态的一个核心要素。为什么这么讲？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中美关系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中美关系这个前提，中国改革开放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中美关系是我认为是影响中国未来、影响中国前途的第一要素这跟我们以前学的这个政治经济学、哲学有点不一样我们经常讲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但是不是的，中美关系是关键，是第一要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如何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我认为是第二个要素。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之前有很多个专题都在陈述这个事实和现象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前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发展首先是建于什么？建立在经济的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核心矛盾都源自于经济的困难目前我没有看到中国是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和思路，原因是2个。第一个，中国的制度性的风险非常高，没有人愿意冒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中国的汇制改革中国的汇制改革其实很重要汇率体制的改革，汇率制度的改革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它原来的汇率机制的基础。中国的汇率机制基础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国际收支，就是我赚多少钱花多少钱决定了我人民币的汇率这个没有错。但是中国是一个简单的传递中国的简单的传递就是说你随时发生的进出口的状况都会直接影响汇率，人民币在汇率市场上直接参与，那么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波动非常的大，对中国的整个的经济政策的影响非常大。能不能改？要不要改？一定要改，不改不行。中国的汇率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敢不敢改？不敢改。为什么？房价在那儿，
如果你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调整，房价是掉下来，金融危机就来了，整个经济就崩溃了。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制度性的风险非常高，讲的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捆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非常大，没有人愿意冒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和国企不肯为危机买单。大家要知道，所有的危机都源自于制度，制度背后是什么？制度背后全是利益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讲中国出口现在竞争力越来越差，为什么？其中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人工成本越来越高啊，这导致了制造业的成本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基础性的成本越来越高，比如说运输费越来越高，运输费的原因是什么？高速公路费越来越高，等等啊，油价本来是应该跌下来，结果跌不下来，为什么？中国石油垄断，等等啊，这些制度背后全是利益，利益是在谁手里？政府、国企啊，这2个人手里，这2个人用这2个主体，我们叫主体，利用制度在保护他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垄断利益。好，他愿意改吗？不愿意改，没有人愿意改，权力在他手里。中国的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不存在自下而上的可能性。那如果他不愿意放弃他的既得利益，就所有的东西都改不动。所以你看到过去10年，中国天天在喊深化改革、优化改革，讲来讲去，只要前面加了定语，都是不改的改革。所以中国怎么样走出当前的困境，根本原因就是这2点。第一点，制度风险非常大；第二点，国企跟政府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那走不出现在困境的原因就是这2个。那想走出去，你把这些翻过来，就找到问题了啊。第三，影响中国前途还有一个因素啊，这个因素很偶然，就是引发激烈刺激的偶发事件啊，引发激烈刺激的偶发事件。我们学的唯物主义历史啊，历史观啊，讲的是社会发展是必然的，所有的社会进程都是必然的，有一个必然的原因导致必然的结果。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有很多偶发性的因素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我举一个例子，举什么例子呢？就说反送中运动啊，反送中运动我们之前讲，反送中运动前面有一个什么呢？前面有一个背景，就是铜锣湾事件。铜锣湾事件跟什么有关系？跟出版有关系。出版一本书，他们策划了一本书，策划这本书呢跟女人有关系。好，出来这本书呢，上面不高兴去抓人，引发了非常大的国际影响。这个国际影响一看又不舒服，好，打招呼说你要改那个引渡条例，这事儿就记下来了。记下来出了一件什么事？香港有个小男生发现他的女朋友呢，怀疑他的女朋友呢跟别人有好上了，他呢就把这个女朋友呢带到台湾去，把她给杀了。这是一件刑事案件。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什么？这个特区政府一看这是个好机会啊，那我们就趁着这个案子，我们就修改一下引渡条例呗，把这个引渡条例的范围扩大一点，涵盖台湾和中国大陆。就引发了一场什么？就引发了一场反送中运动。反送中运动最后政府没办法撤回条例，又记下来了。不行，这样子怎么行？我管不了香港还行，把国安法搞进去，这就是今天的局面。今天这个局面你往前追到最后，
其实是一件偶发事件。这个偶发事件是什么？就是那个小男生怀疑他女友出轨，所以会有一些激烈的偶发事件改变一些事情的进程。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发生的郝海东出来反共宣言宣布反共，成立新的共和国叫建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也是偶发事件，这不是个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引起激烈反响的偶发事件会改变中国的未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中共的内部权力斗争当然包括谁呢？包括习近平的地位中共独裁，那么中国国家的走向取决于中共那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影响中共的取向，也影响中国的方向。所以习近平就是个例子当初呢，胡锦涛在位的时候呢，大家很烦他他其实是胡锦涛非常左，共青团就天天吆喝的敲边鼓的人一直当共青团。他其实没有，虽然讲他在西藏贵州工作过，但其实没有具体在地方工作过什么。然后呢，他发明了2样东西，一个是维稳，一个是和谐这都是胡锦涛发明的所以现在有些人怀念胡锦涛，那是脑子进水维稳体系是在胡锦涛手上变成制度的，所以胡锦涛你怀念他的人都是脑子进水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烦的胡锦涛。习近平上来，大家觉得终于有个新气象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讲很多好听的改革开放什么的，开放开明等等，讲很多但是结果习近平比胡锦涛烦100倍所以第四，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会对中国的未来，对中国的前途会影响很大。我还是那句话，中共内部没有派系之分，没有所谓的改革派保守派，没有，中共内部只有权力斗争，大家都是争一件事情，争位置，爬上去了他就定路线，他定下来的路线没有人能挑战，他就会变成一个全党的意志。所有人反对的并不是他的路线，是反对的他的位置，反对他坐的那个位置上，想把他推下去，我坐上去，他不一定会改他的路线，也会改，也可能改他的路线，但跟他路线没有关系。所以中共的内部的权力斗争会影响中国的前途，这是第四个那么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更迭从江泽民时代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更迭制度从江泽民到这个胡锦涛到习近平，那很稳定的更迭。但是到了习近平这里，他突然一下把这个任期给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取消了，总书记没有任期的没有任期限制的。大家就怀疑他是不是要想干下去大家在怀疑这一点。这里面有2个因素决定他干不干下去。第一个因素就是他对权力的控制这是第一个因素，最关键的因素。他有多大范围的控制他的权力，或者控制党内的不同意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前中国的状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继续干下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原因在哪里？原因2个。第一个，疫情让他的地位没有原来那么绝对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时局实在太烂了，所以我觉得他干下去的可能性在下降
那么这是第4点啊。第5点，影响中国前途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啊，人民的意志。大家都知道啊，中共建政到现在手上握着2个统治工具，一个就是暴力，一个就是洗脑啊，枪杆子跟笔杆子就洗脑。那么这2个工具目前来看非常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啊，不服啊，要么就洗服啊，洗脑洗到服啊，全心全意的服啊，真心真意的服啊，不服就打服，就是洗脑还洗不服的就打服，打到服为止，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在位置上的基本上是50后跟60后啊，少部分70后，但主体是50后跟60后。50后跟60后基本上经历过文革的尾巴，然后基本上被中共打服啊，洗脑是一方面，打服是另外一方面。然后呢，70后跟80后呢，基本上对文革就没什么认识了啊。那么打服率低，主要是洗服啊。90后跟00后就完全不理解什么叫打服啊，基本上他们没有太多的体会这个暴力。他们是什么呢？90后跟00后主要是洗服和利诱啊，这利诱就是引诱他啊，加入中共吧，有好处哦。那洗了这么多年，那有好处的事情得干一下，就是利诱和洗脑，洗服为主啊。但是呢，有句话，这个温家宝这个影帝啊，多难兴邦，经常喜欢讲这个话，然后就被大家改成叫多眼穿帮啊。中共也是多眼穿帮，多眼穿帮是什么意思呢？你想一下，过去20年，基本上中国的高速发展都是由一个样东西支撑的，什么东西？债啊！中国所有的建设投资都是举债来的啊，举债本来呢是在此之前主要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出口，但是出口竞争力下降啊，过去10年差不多是举债啊，举债为主，举债大规模的投资，不断的投资，就你经济的数据很好看，很风光啊，但是其实呢，家底呢就没了啊，家底就慢慢的就空了。老百姓呢，其实也没有藏富于民啊。我们昨天的专题就讲得很清楚。其实你现在来看，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民众还是很穷的，家底很薄，没什么家底啊。基本上就是中国有大概5亿人，6亿人1000块钱以下，5亿人1个月没有收入就断粮，中国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实际上中国老百姓还是很穷的啊，很穷。那么你想一下，多眼穿帮演了这么多年，终于要穿帮了，为什么？经济啪掉下来了，经济一掉下来，那原来都能盖住的事情就盖不住了，那么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我所谓的80后也好，90后也好，00后也好，70后也好，他们的生存状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说所谓的洗服是洗服，但是嘴巴骗不了啊，对吗？嘴巴是骗不了的，你这怎么洗到最后没饭吃了，你还洗服有什么用？洗不服了。所以呢，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要看到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中共利用这2个工具很有效的管了这么多年，但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情况时局啊，让这个情况变得有一些改变
什么改变？就是契机出现了一些契机，但不是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会影响人的想法，所以人民的意志也是决定了中国前途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第5个。第6个，科技科技。一般来说，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不会讲科技，但是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说，我认为科技很重要科技到现在已经进入了超出人类自身想象的高度，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想象力了，就是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到现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么科技的发展会出现一些跳跃，这些跳跃会改变什么呢？会改变这个社会组织形态。你比如说互联网就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会改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你比如说 IT 技术的发展是改变了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还会改变人和人的关系。你比如说社交媒体就改变了人和人的关系，会改变权力的运行方式。你比如说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它真的会改变权力的运行方式那么这些科技的发展都在重塑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未来也会出现一些科技的跳跃这些科技的跳跃会引发中国社会的变革，这个也会改变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我大概就是从这6个方面来讲影响中国的要素。第一，中美关系；第二，中国如何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第三，偶发事件；第四，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第5，人民的意志；第6，科技。好，我今天就抛砖引玉讲到这里然后后面呢我们就进入互动，请各位发表你们的高论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特别请大家点赞，因为我们现在又被限流了，然后呢YouTube 平台又在对我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用点赞来抵抗限流，抵抗5毛那请大家给我们点赞。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点：情况、问题、观点这个我们的茶座节目呢就围绕今天的主题展开，好吗？好，我们进入互动鸣谢一下谢谢 Sandy Man， 谢谢高喷赛，谢谢 Lancelot 张谢谢。怎么可能忘记当年绝食少年情怀，今天觉醒，彻底看清共产党的邪恶。感谢依然有王先生这样的同路人，我们不会也绝不能绝望，因为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生活着我们的亲人。是的，贝拉瑞谢谢，胡卫谢谢，王 Sir 今天是64、89民运期间，我是北京一名大3的学生，在广场绝食1星期，今天在此留言，也算是对我自己、对我同龄人以及所有中国人发表感言吧。中共自建党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做出毫无底线的行为，直至今天还妄图续命。如果未来中共还能被世界大家庭容忍共存，那只能是这个世界沦陷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一起呐喊吧。谢谢你，胡卫Jamie 张谢谢 K Jane 谢谢。王先生昨天直播一场开场白，充满情怀，令人动容。作为一个64的亲历者，对王先生说一声特别的谢谢，请你继续做独特、睿智、大气、理性、犀利、
充满情怀和正义的王先生，谢谢你啊，谢谢。J 宋，谢谢。不论是港人今晚在维园点亮烛光的悼念活动，还是过去无数天里抗争与牺牲，都让世人感叹不已。想起北岛写给玉洛克的诗，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群星。今天的百万港人和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一样，身上都闪耀着自由和民主之光。我对港人的声援和支持，是对六四最好的纪念。谢谢，谢谢 J。林晓，谢谢。纪念六四，我们一起加油，谢谢。高生卢，谢谢。Sophie 蒙，谢谢。马宁，谢谢。NN， 谢谢。致敬维园31年不间断过的烛光，致敬香港人。福琴，谢谢。波利，谢谢。观点，六四对我家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和我先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的时候认识的，共同的理念让我们走到一起。六四当晚，在明知道会打枪的情况下，他执意要去广场。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是自由主义的战士。这就是当时的北大学生。看到今天的北大现状，我先生总是摇头叹息。是啊。李永作，谢谢。Charon 陈，谢谢。周明，谢谢。沈义晨，谢谢。纪念六四是不可被遗忘的一天。Little Lamb， 谢谢。李志毅，谢谢。爱听茶座，中国没有经历思想启蒙就完成了工业革命，表面上硬件现代化，但思想还是封建草民帝王将相那一套。为香港人不怕艰难，继续照常开六四烛光晚会而感动。香港人是真正有骨气的中国人。好，观点。今天我问过路的风，你们可曾见到我的兄弟？风冷笑着，面无表情地走了。今天我问天上的云，你曾见过我的姊妹？云一言不发，扬长而去。今天我看见无数游魂，他们手挽手，唱着熟悉的歌，从我们面前一晃而逝。我们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人们已经忘记了你的模样。人民是在为金钱与美色尽情的表演。我是多么想走在你们的队伍，我会永远记得你们，这是我一生最伟大的骄傲。谢谢。观点，只要知道了六四真相的人就会开始思考，洗脑的魔咒就会开始失效。所以中国人不能忘记六四，一定要和下一代以至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是的，非常对。六四彰显了中共的属性，也彰显了中国大学生的风采。观点，香港维园30年连续纪念六四民主运动，使得民主精神得以在香港薪火相传，这也是近年来香港人敢于面对暴政、顽强抗争的重要动力。纪念当年就是为了今天，所以坚决支持港人抗争，支持香港，纪念31年前那些为民主献出生命的伟大的人们，崇敬怀念那18岁的青春激情岁月。敬礼王兄，谢谢你。六四的意义在于是中国人第一次自发追求民主的群众运动，虽然运动失败了，但是为了未来的中国民主化意义深远。观点，闻一多说，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现在也把这句话送给中共，民主终将到来。六四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会拼着老命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一事件让我始终无法理解的是，观点，今天看到郝海东夫妇的宣言，对此不做讨论，但说明一些苗头。中共的根基已经不牢了，后面会山头四起。
中共会应接不暇，同时也说明没有实力基础，形不成对中共有效撼动。俗话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一点浅见。秀才造反10年不成，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秀才跟社会脱离啊，社会脱离。但是现在的秀才跟以前的秀才不一样啊。无论是否被利用，郝海东那个大声喊出皇帝在裸奔的孩子是个有种的男人，是大陆人的英雄。中共除了暴力和谎言这2大法宝，还有2个：腐败以拉拢阵营，以打压异己；唯物主义以摧毁道德体系。王先生总结太好了，6四后中国各代被中共制服、分析之、打服、洗服、诱服，直到多难穿帮。情况坐标日本，语言学校老师。今天最高气温32度，中午孩子们放学，我在学校门口和他们道别，看见中国来的90后男孩穿一件黑色厚棉布的长袖衬衫，问他穿这么多不热吗？他说不热，今天特意穿这些，为了悼念。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看到我迷茫的表情，他说今天不是你懂吧？我恍然大悟，瞬间心中一阵酸楚，眼前变得模糊不清，心里默念还好，还有希望。他用自己的方式来悼念今天，感动。所以我们要相信未来，相信未来。观点：前浪6四，后浪时代革命，感恩港人。30多年下来 ，CCP 洗脑下，天安门前那批热血青年，北京街头良心市民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一大批零散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社会的进步除了物质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打破精神上的禁锢。红色共产主义思想如同瘟疫，有人能产生抗体免疫，有人却终身带毒。打破这种思想枷锁也需要偶然事件，诸如悼念李医生以及普世价值普及。为什么大家会流泪？因为眼睛能表达嘴巴不能表达的情感。白宫档案显示，6月4日凌晨，27军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告知学生必须于极短时间离开广场。学生以为会有约1小时，怎料27军只给他们5分钟，过后便开始大屠杀。装甲车碾过学生，妇孺在广场见人便杀。27军收到指令，不可以让任何人逃走，也不可以让任何人生存。杀戮完毕，就用推土车清理尸体，再将尸体烧掉。情况：下午和发小讨论6四事件，3句话不到，已经被气得胸中烦闷。一个读书比我多、世面见得比我多的人，居然一点怜悯心没有。这也许是先生以前说过的，国内的人有戾气。我很气愤，也很难过。和国内的朋友只能说美食，说旅游区，找不到思想的共同点，内心很憋屈，真的很憋屈。我这里说一句话我遇到很多这种烦恼和问题这个烦恼和问题，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理解2点。第一点，大家的生存状态不一样，生存环境不同，会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不是说你的朋友就怎么不对这是个结果我们要坦然面对这个结果，也得接受这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是你的亲友，请你接受他这样的亲友我们要觉醒，我们要明白这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事情思想的突变，思想的突发，思想的启蒙，它是需要一些契机，甚至需要一些缘分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你应该感到庆幸，而不是感到烦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请你了解请你接受这个现实，好吗？观点：小粉红真正是中共邪恶的倒影，本质上
他们和塔利班那些乳臭未干的端着 AK-47的娃娃兵没有什么不同。最卑劣的还是五毛，当然这是因为五毛的生活是绝望，只有不可言说的过去和完全暗淡的未来。叼着毛票子就是唯一生活的意义所在，连猪狗不如。你这骂得太狠了啊！提问：如果美国下决心要全面制裁中国，有没有可能制裁中国的部分互联网企业，比如抖音、腾讯、微博这些社交平台？他们在打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方面都是 CCP 的帮凶。当然是可以的，当然是可以的。我觉得下一步就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观点：中共只是一个表象，根源在于组成中共政党和政府的人。中国大陆大部分百姓都心知肚明，但真正愿意站出来与之割裂的只是少数，利益纠缠不清。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大部分人只是反感中共，并不是因为人权自由，而是自己不是强权一方。这点不仅仅是中共的洗脑，更多的是植根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帝王文化。所以我们对中国变革的前景其实并不看好。或许内外压力和因素迫使中共退让或倒台，但最终可能再来一张毛泽东、李泽东一类。我很同意你的分析啊，你这个分析是对的，我是认同啊。就是说，中国人反腐败，并不是因为腐败是社会不公义啊，腐败其实就是社会不公义啊。中国人的反腐败原因是因为那个腐败的人不是我，是不平。中国人叫什么？中国人并不抱怨不公，只是抱怨不平啊。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一样都差不多就没事了。所以中国的文化为什么会有愚民政策，为什么有弱民政策，原因就在这里。中国人就说大家差不多，你吃不饱我也吃不饱，那行了，那就没问题。我吃不饱你吃饱了，那不行，那我就得不高兴了，我得反抗。所以中国人这是中国文化的构成啊，所以我同意你这个。但是呢，但是中国会不会出现另外一个毛泽东呢？我是怀疑的啊。为什么？历史条件不一样啊。观点好久没来看直播了，今天来支持王先生直播，到国外再给王先生打赏。从去年一反中送中几百关注开始看王先生的节目，到现在20万订阅。从王先生主动问网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到现在万人直播，观点意见读不完。从怀疑姥姥王是托到现在众多网友打赏，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一年和王老师学了很多，未来和老师一起进步。谢谢你的支持啊！观点有时候经常想，这么多的华人精英，在科学、在金融以及各个领域，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会公平正义，人和人之间和平相处，每个人都有尊严，或者那些在海外的华人会有多少人放下一切回去建设我们的新家园？这样的中国又会爆发出怎样的活力？希望这样的日子不远了。提问：请问王先生有接触过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吗？以我接触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要么是粉红，要么是对政治历史无感，要么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不过是虚假的。我个人对中国的年轻人是很是失望。请问王先生对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是怎么看？那你对中国年轻人失望，那我问你，那你中国的老年人那更得绝望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洗的比年轻人还更根深蒂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环境啊，中共的制造的一个这样的洗脑环境，
让中国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并不意外啊。我跟中国的年轻人也接触很多啊，我们同事原来有很多年轻人的同事，但是比如说我们的编辑部啊，但是我们编辑部的同事，他们有非常正确的三观和非常正确的新闻理想。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的编辑部啊，也在大陆啊，也是中国的年轻人啊。你只要把真相告诉他们，你只要把真理告诉他们，你只要把正确的事情告诉他们，正确的事情永远比谬误的事情更有更强大的说服力啊。所以我们编辑部的同事三观非常正确，而且他们的新闻理想非常的崇高，所以我觉得这没有问题。要改变的是什么？要改变的是中国的现状，这是互为因果，就是你需要民众的觉醒，又要希望社会的改变，它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哪个先发生，哪个后发生，这里面就是我说的契机，契机就是这中间的因素啊。提问：6·4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在的社会面貌有什么深刻的影响？王先生可以讲讲吗？6·4啊，6·4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啊，这个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的进程。我们讲啊，我们对比两个政党，一个是越共，一个是中共啊。越共呢，他们发生过我印象中是我忘记什么时候了，94年大概是啊，94年，他们发生过一起农民暴动啊，农民暴动这件事情推动了越共的政治改革，他们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说服力啊，他们形成了一个党内的共识，就是要政治改革。那么所以呢，他们持续的进行政治改革。非常有诚意的进行政治改革，你可以看我们有一个专题介绍这个啊。但是呢，中国89年发生的6·4让中共走到另外一边，他们坚决的认为必须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才能保住他的政权。你看哈，越共朝着这边走，中共朝着另外一边走，同一个类似的事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以呢，6·4呢，中共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有底线意识，就是随时可能没有政权的意识。那么这件事情的对中国的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国面临的今天这个时局，我们就可以看到6·4的影子。什么影子？中共的思维。中共没有放弃他们既得的权利啊，他们还是要把权力抓得更紧，因为6·4他把权力抓得更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我们昨天的节目讲过啊，温家宝曾经在他卸任的记者会上讲得很清楚，你没有政治改革啊，没有推动政治改革，你所有的经济改革的成果都保不住，而且根本就走不下去。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处境，真正说明了什么？真正说明了温家宝的那番话，也说明当年6·4中共的选择，到今天这个局面就是这个，你可以看到那个影子啊。提问：王先生是否认为军队的态度是关键因素？无论10月革命、苏东巨变、6·4都是如此。军队不改变态度，别的没有用。老实讲，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军队其实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的整个的过程当中的影响是最小的。为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政局常委里面从来没有军人？中国的军人最多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就是中国从邓小平之后啊，邓小平就是文革结束以后，
其实整个的中共意识到要抑制军队抑制军队，所以军队其实在文革结束之后，军队的地位一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所以军人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你看到现在政治局常委没有军人，一直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局常委从来就没有军人，这是第一个。军队的代表只能做到政治局委员所以在中国政治地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没有政治地位，那你就没有发现，你得听政治地位高的。所以其实军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地位并不高六四镇压只是军队只是作为一个工具去镇压工具而已，他没有自身的决定权，所以我认为目前的形势没有改变，就是军队在中国整个政治格局当中，他扮演的角色不重要不重要。你说让他产生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他现在只是沦为什么呢？沦为工具级的角色。军队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工具级别的角色他没有影响力，他在中国的政局上是没有影响力的看法，王老师好，我老公想说，想当初64他中学毕业，听着收音机里的枪声，走在街上，下着雨，流着泪，为逝去的同胞悲哀。奥运申办成功，他为祖国新的篇章流泪。他们真的不是不爱国，只是不爱党，不甘愿香港的法治和自由被这样摧毁。观点：大陆的军队只是党卫军，为了维护政权，是可以直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国民。64就是血淋淋的事实。我刚才讲过就是中国的军队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文革之前在毛泽东以前，军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你可以看，很简单，你就看军队站的位置就知道。海军大院，这个什么几个大院，总参大院等等，他在中国在北京都占到最好的位置占了非常大的面积和土地那么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开始一直在抑制中国军队的影响，把中国军队一摁就摁下去了。所以中国军人没有政治局常委，没有军人，然后只能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中国军队只是工具，他没有政治影响，所以他会服从命令去杀中国的老百姓，原因就在这里提问：李敖10多年前来北大演讲时提到，现在民众与政府的武力悬殊对比，使得传统的游行起义的手段已经无法改变政府的意志。当代年轻人要聪明一点，想出一些更先进的抗议方式。李敖甚至提出拥抱共产党也是渗透的方式。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这一点？李敖之前呢，他是一个符号是什么符号？反抗的符号，文化反抗的符号。那么到了后来，李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另外一个符号，什么符号？垃圾的符号。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文化垃圾所以呢，我就不想评论他，我就认为评论一块垃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把它当作垃圾扔到垃圾桶里就好了。李敖已经失去了他存在于我们话语环境当中的任何价值，所以我不讨论他。观点：关键是军队的知识程度不高这个都不是关键军队已经沦为工具了，所以他没有政治影响力提问：王老师，你对最近红二代反袭讲话有什么看法？可以做个扩展讲解吗？很多术语和逻辑很不懂。某些红二代的讲话，我不认为他是真的红二代要是讲话的话，
大家不一定听得到啊。这第一，第二，红二代跟他们是一伙的，都是红二代，习近平也是红二代啊，所以他们是一伙的，你们才是外人，或者咱们才是外人，他们是自己人，他们自己有什么话不能商量吗？要跑到这儿来讲，所以我不觉得。你看习近平从上台到现在，除了薄一波啊，薄熙来其实不是他动的，薄熙来是胡动的啊，胡锦涛动的。习上台到现在，他动过一个红二代吗？没有，没有一个红二代。那个女婿不算啊，女婿不算红二代啊，那还是外人。他没动过一个红二代，红二代为什么要反他？你想一下是什么道理？所以我不相信的是红二代，红二代不会这么讲话的，一看就是外人，一看就是外人，不是自己人跟自己人讲话的啊。提问王老师可以评论一下郝海东这件事情。郝海东这件事情这个偶发事件，我也没什么可评的，他已经把话讲完了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评啊。我们今天好像这个茶座变成了另外一个互动，你们的观点呢？10个要素呢？我现在只讲了6个，好吗？请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好不好 ？Come on， 观点，中共课本我都讲了，我们要围绕着今天的主题啊，影响中国未来的要素是什么？请大家亮出你们的观点来好吗？中共的课本和媒体上对6四和法轮功的刻画，就是放上很多血腥的照片和可怕的故事。中共通过这种片面摘取歪曲事实的手段，让青少年对法轮功产生本能的厌恶，是洗脑的一种高超手段。这不高超，这是基本功。中共的洗脑其实非常原始。洗脑，第一，只说他想说的那部分，他想说的这部分呢，有些是事实，大部分都不是事实，掺在一起，他编一个他想说的故事，跟事实没有太多的关系，这是第一个。这个故事是他想说的故事，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永远是这个话，我们好了，他们坏了，永远是这个话，然后不断的重复，就是洗脑。洗脑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编一个故事，然后不断的重复，结论就是我们好，他们坏。然后除了当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永远在听这个故事，就洗脑了，很简单，简单粗暴。洗脑就是简单粗暴。观点，我觉得主要影响中国的要素还是美国，那我已经讲过了，你讲点别的。观点，王先生好，个人感觉中国的忍耐程度也是影响中国前途的一个要素。现在看来，忍耐力是超强的，大约有一半人1个月1000块，好像也没见什么大的反抗。这样即使经济大幅下行，腐败再严重， CCP 依然可以控制社会。所以感觉社会很难改变，悲哀。这就是信息控制的力量，就是让你感觉到社会很难改变。这也是一种洗脑啊，就是你看不到反抗，其实有没有反抗？当然有反抗啊，当然有大量的反抗，只不过这些反抗你看不到，这叫幸存者的偏差。昨天我说了，幸存者的偏见是错的，应该叫幸存者的偏差。幸存者的偏差是什么？你永远看到你周围可视的范围的东西，然后你就认为你见到的就是这些，你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有很多人在反抗，只不过我们听不到看不到而已所以忍耐力，人的忍耐力是差不多的，不是谁特别人能忍耐。我认为人的忍耐力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有些人能忍耐这个，有些人忍耐那个大家忍耐的方向不同而已观点，虽然备受压制，但初步成型的市场经济
导致绝大部分人的生计不再依赖于体制，而是市场。这弱化了中共对人民的控制，同时在帮助人民初步建立一些契约、权利、言论等初步的人的意识。我的观察是，中共对人民的洗脑集中于政治层面，在离政治的生活层面，人性依然存在，这是影响中共统治的另外一个潜在因素。非常正确，非常对啊！观点，我认为要素之一是在国内觉醒的人如何通过合适可行的沟通方式，把正确的观点传递给别人。很好。观点，未来要素，剔除传统，彻底学习西方文明，再回头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正确的认识。观点，影响中国未来的要素，北朝鲜是否被西方民主拔桩？朝鲜的示范作用。OK。观点，王老师，我还有2个要素：互联网防火墙被外国科技推翻，国人英语水平提高。好吧。防火墙被推翻，也是个影响，但是我已经说过了，科技有可能啊。观点，一提问我没有疑问。王先生的逻辑清晰，听着心情舒畅。2观点，我也没有经历过6745到8964，什么都看得清楚，反对共党体制。3情况，天朝从上至下，谎言满天飞，觉得自己很孤独，只能默默地听王先生诉说，知音难觅。怎么会知音难觅呢？我们每天有上万人在一起，好吗？没有知音，全是你的知音。观点，教育是根本。非常好。中国现在小的受教育是那些受洗脑教育的老师在教育下一代，所以觉得很难，从社会公德、思想品德各个方面。 OK， 教育是个因素啊，教育是个因素。但我觉得教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啊，那么我觉得教育可能是一个契机。观点，中国需要新的哲学和思想体系，中国人不讲逻辑和理性。观点，西方世界的风向也是一个要素。是的，西方国家也是，西方国家在变。整个西方国家这次疫情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啊。好吧，那么现在明谢王家人，谢谢于子子，谢谢 Able Wang， 谢谢，感谢王老师每天辛勤工作。近期感觉到中共在美国连续出击下没有还手之力，满地找牙，期待大变出现。好，再有个观点，影响中国前途的要素，关键还在于内因。中国需要解决农民收入、社会福利问题，同时解决中国的社会价值问题。价值不等于收益。另外，如何实现舆论自由化、政策决策的合理化问题，说根本的是解决人治的问题，才能总是做出正确的决策和结论。 OK， Black Hawk， 谢谢 Z 真，谢谢荒谬的世界，谢谢 Law in Law， 谢谢 Jeff Wong， 谢谢 Vivian Z， 谢谢 Kelly， 谢谢杨林红，谢谢刘毅，谢谢申红，谢谢。墙内没有人跟香港人比正直勇敢，如果要党退民进，就要自己争，自己国家自己救。是的。Ru Aim， 谢谢 Jess Lee， 谢谢基法基法，谢谢杨洋，谢谢
程序，谢谢。04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还参加了杜塞反对日本入常的中国人抗议游行，如今坚定了入籍日本的想法。人都是会变啊。Little Potato， 谢谢。彭商，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下个节目再见，谢谢。